Google 昨天跌了大概5%。如果你只看这个数字，第一反应可能是不是 Gemini 又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 Google 在 AI 上又被市场嫌弃了？但这次最值得听的地方，不是某个模型榜单，不是某个发布会，也不是 Google 又多烧了多少数据中心的钱。这次市场在给一件更微妙的东西定价，人。几个名字直接把 Alphabet 的股价打出了一个明显缺口。Noam Shazier 离开 Google 去了 OpenAI，John Jumper 离开 Google DeepMind 去了 Anthropic。再往前看 ，OpenAI 早期核心人物 Andrej Karpathy 也加入了 Anthropic。如果你不混 AI 圈，这些名字可能听起来有点远，但放到普通人的语言里，这就像一支冠军球队突然发现自己的核心战术设计师、明星球员和训练体系专家正在被对手一个个挖走，而市场最敏感的点就在这里。AI 公司过去2年讲的故事主要是芯片、算力、数据中心、资本开支，谁买了最多 GPU， 谁签了最大云合同，谁手里有最便宜的电水，就像更接近胜利。但这次 Google 的下跌提醒我们 ，AI 战争还有一张账屏，是很难写在财报里，但在关键时候，市场会突然开始给它标价，那就是最顶级的人到底愿意为谁工作。我们先把今天的事捋清楚。Business Insider 报道 ，Noam Shazier 从 Google 离开，加入 OpenAI。他不是普通工程师，他是 Transformer 架构的共同发明者之一。你今天看到的大语言模型，不管是 ChatGPT、Claude、Gemini， 底层很多关键思想都绕不开 Transformer。所以这个人离开 Google 市场，不会只把它理解成一个 VP 换工作，更像是某个定义过现代 AI 路线的人，选择把下一段职业压在 OpenAI。然后是 John Jumper， 他在 Google DeepMind 工作多年，参与 AlphaFold， 拿过诺贝尔奖相关荣誉。AlphaFold 不是一个普通 AI demo， 它是让很多人第一次相信 AI 可以在科学发现里改变游戏规则的项目。现在他去了 Anthropic， 这2件事叠在一起，市场就开始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 Google 真的是 AI 最稳的地方，为什么这些最顶级的人正在往 OpenAI 和 Anthropic 那边走？这里先别急着下结论，说 Google 因为几个人离职就完了，这是很偷懒的说法。Google 仍然有搜索，有 Android， 有 YouTube， 有 Cloud， 有 TPU， 有 DeepMind， 还有非常深的人才池。Business Insider 也提到 ，Google 的回应是 AI 人才市场竞争激烈，但公司仍然有信心吸引和留住人才。Google 内部也有人认为，它的人才密度非常高，不会因为几个明星离开就改变整体轨迹。这个说法有道理。一家像 Google 这样的公司不会因为走了一个人就倒下，但投资者真正担心的也不是公司会不会明天倒下，担心的是在 AI 这个阶段，少数关键人物的去向可能会改变市场对谁更接近下一代入口的判断。这件事为什么这么敏感？因为 AI 现在还不是完全成熟的水电煤。如果 AI 已经像云计算一样标准化客户，只需要比较价格稳定性和服务，那一个科学家离职可能真的没那么重要。但现在不是，现在的 AI 还在快速迭代，模型能力、产品体验、推理成本、agent、工作流、coding 能力，很多东西都还在变。在这种阶段，顶级研究员和工程 leader 的价值就不只是写代码，他们影响的是路线，模型该怎么训练，推理成本怎么降，产品该先打哪个场景，研究团队应该把资源压在哪条路上。这也是为什么 Google 过去会为 Noam Shazier 付出那么高的代价。Business Insider 提到，2004年 Google 曾经花27亿美元去授权 Character AI 的技术，并把 Shazier 带回 Google。你看，这就不是普通薪水了。27亿美元已经说明资本市场和大公司管理层早就知道，顶级 AI 人才不是一项普通费用，而是一项战略资产。所以这次他再次离开，市场当然会多想。我们可以用一个更简单的模型来理解，把一家 AI 公司想成一支职业球队，数据中心和 GPU 是球馆和训练设备，数据是录像库，用户入口是门票和主场球迷，云合同和企业客户是赞助商。但真正决定球队能不能打出新战术的，还是教练组和核心球员。Google 的球馆很大，设备很全，球迷也多。但如果市场看到几个能设计战术的人开始往 OpenAI 和 Anthropic 走，他就会担心下一套最赚钱、最能留住客户的打法会不会不在 Google 这里出现。这就是今天 Google 股价反应背后的市场情绪。那为什么 OpenAI 和 Anthropic 能把人吸过去？这里有2层原因。第一层是产品场景。Business Insider 提到， OpenAI 和 Anthropic 在 coding 这个现代 AI 的第一个重要企业场景里已经走到了前面，这点很关键。很多普通用户会觉得 AI 就是聊天、写文章、生成图片，但对企业来说，最先愿意真金白银付费的场景之一是写代码、改代码、理解代码库、自动化工程流程，因为这里的 ROI 比较容易算。一个工程师一天省多少时间，一个团队发版速度快多少，一个 bug 修复周期缩短多少，这些都能变成钱。如果 Cloud 和 OpenAI 的工具在 coding 场景里更强，那么顶级研究员过去之后，不只是换一个实验室，他是在加入一个已经有客户付费、产品反馈、资本市场关注的飞轮。第2层是股权和 IPO 预期。最近我们其实一直在讲一个类似现象。SpaceX 和 Cursor 那期我们讲过， AI 牛市里私人公司的股票开始像现金一样被使用。今天这个逻辑又往前走了一步。OpenAI 和 Anthropic 如果都在准备更大的融资，甚至 IPO，
那他们能给顶级人才的不只是工资，他们能给的是一种如果我们赢了，你的股权也会变成巨大财富的叙事。这对已经功成名就的研究员吸引力可能比外界想象中更大，因为在 Google 你是一个巨无霸公司里非常重要的人，但在 OpenAI 或 Anthropic 你可能是在定义下一家超级平台。这两种位置对很多顶级人才来说心理感受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的故事不只是 Google 被挖人，它更像是在说 AI 公司之间的竞争已经从谁有更多 GPU 升级到了谁能让最聪明的人相信未来在我这里。当然 Google 不是没有反击能力，我们不能把这件事讲得太单边， Google 仍然有非常强的底牌。第一，它有分发、搜索、Android、Chrome、Gmail、YouTube 这些入口每天都在触碰真实用户。如果 Google 能把 Gemini 和这些入口更自然地结合起来，它不一定需要在每一个技术演示里都赢，它可以靠分发把 AI 变成默认体验。第二，它有算力和硬件。Google 的 TPU 不是今天才有，它已经在 AI 基础设施里投入了很多年。相比很多必须外部买卡的公司， Google 至少有一条自己的硬件路线。第三，它还有 Anthropic 的投资关系，这点也有意思。如果 Anthropic 变强， Google 并不是完全站在外面看对手赢钱，它本身也持有 Anthropic 的重要利益，所以 Google 的处境不是全输。更准确的说，它现在像一个有很多资产的大公司，但市场开始怀疑它是不是把这些资产组织成下一代 AI 产品的速度慢了一拍。这就是股价为什么敏感。投资者买 Google 不只是买今天的搜索、广告、现金流，他们还在买一个假设， Google 能把 AI 转成新入口、新利润池和新的云增长。如果顶级人才往竞争对手走，市场担心的不是今天广告收入少了，而是未来那条 AI 增长曲线会不会被 OpenAI 和 Anthropic 拿走一部分。我们再把这个故事放到更大的市场环境里，今天 MarketWatch 报道 Goldman 的策略师把 AI Market 形容成一根橡皮筋，意思是过去几周市场对 AI 资本开支交易里的很多负面消息都好像没太在意，硬件公司、芯片供应链、内存、数据中心还在被追捧，但另一边 Hyperscaler 也就是 Google、Amazon、Meta、Microsoft 这些真正掏钱建 AI 基建的公司市场开始越来越多的问这些钱最后怎么赚回来。 Google 人才外流， Micron 和 Anthropic 的供应合作， Supermicro 的 AI 服务器反弹，英伟达发债，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 IPO 预期，这些事情表面上很分散，但放在同一张图里答案很清楚。AI 产业链正在从大家都相信未来很大，进入谁能拿到真实利润，谁要承担真实成本的阶段。芯片和内存公司现在卖的是稀缺供应，云厂商卖的是算力和分发，模型公司卖的是企业工作流，顶级人才卖的是路线和速度。而股市每天都在问最后谁的账最好看。所以今天 Google 这件事对散户最重要的听点，不是要你马上判断 Google 行不行，而是提醒你 AI 护城河不能只看一个指标，不能只看谁买了最多 GPU， 也不能只看谁发布会最热闹，更不能只看谁今天股价涨跌。你要把它拆成4块。第一，人才有没有继续流入。如果接下来 Google 还能持续吸引顶级研究员，或者内部团队很快做出强产品，那今天的担心可能就是短期情绪。但如果越来越多关键人物往 OpenAI、Anthropic、Meta、xAI 这些地方走，市场会继续重新定价。第二，产品有没有真正赢客户，尤其是 coding 和 enterprise workflow， 谁能让开发者每天离不开，谁就不只是有模型，而是有工作流入口。这也是为什么 Claude 和 OpenAI 在 coding 上的口碑会被市场这么重视。第三， Google Cloud 的 AI 增长能不能证明客户还愿意买单。如果 Google Cloud 能用 Gemini、TPU、Anthropic 关系和企业客户打出增长，那人才流失的负面影响就会被冲淡。反过来，如果 Cloud AI 订单客户 win rate 或利润率开始被压，市场就会把人才流失理解成更大的症状。第四，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股权吸引力会不会继续扩大。如果私人 AI 公司 IPO 预期越来越强，他们就会更像一个巨大的人才磁铁。这不是 Google 一家公司面对的问题， Meta、Apple、Microsoft、Amazon 都会面对。因为对顶级 AI 人才来说，选择公司不是只看工资，他们还在选择自己能不能站在下一代平台的中心。这也是今天这期最值得普通观众知道的地方。 Google 跌 5%， 表面上是一条人才新闻，更深一层是市场终于开始把 AI 公司最难量化的资产拿出来估值。数据中心可以买，芯片可以签约，云合同可以融资，但能定义路线、组织产品、吸引客户信任的人，不是随时能复制的。当然，这不代表 Google 就输了。一个巨头不会因为几个人离职就失去全部竞争力，但它也不代表这件事可以完全忽略。如果 AI 真的会成为下一代计算入口，那么顶级人才的流向就像资金流、客户流、订单流一样，是一个必须跟踪的信号。所以接下来别只盯着 Google， 明天反弹还是继续跌。更值得看的是 Gemini 在 coding 和企业场景里的口碑有没有改善， Google Cloud 的 AI 业务能不能继续拿下大客户，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 IPO 预期会不会让更多顶级人才把未来压过去，以及 Google 能不能把搜索、Android、YouTube、TPU 和 DeepMind 重新拧成一个足够快的产品机器。最后留一个问题，你觉得 AI 公司最深的护城河到底是算力、数据、产品入口还是人？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判断。